道瓊斯指數有史以嚟第一次衝穿47000點，成個華爾街所有財經頭條都喺度開香檳慶祝，話 AI 革命同減息預期會帶領我哋進入一個新嘅黃金時代。但喺一片掌聲之中，我睇到嘅反而係一個極度危險嘅警號，因為喺創紀錄嘅成交量之下，我哋見到嘅並唔係全民狂歡，而係一場勝利大逃亡。就喺啱啱過去嘅9月份，當半導體股大漲31%嘅時候，最受散戶歡迎嘅3倍槓桿 ETF SOXL 竟然錄得24億美元嘅巨額資金淨流出。呢班市場上最前線、最敏感嘅資金正喺度趁住大市創新高，靜靜雞大規模咁走佬。所以今集我哋要探討嘅核心問題就係，當大市指數同 Smartest Money in the Room 嘅走勢出現咁極端嘅背馳，究竟邊個先係啱？而喺風暴來臨前嘅10月，我哋又應該點樣部署，先可以喺呢場世紀賭局中唔會成為最後一個接火棒嘅人？喺開始之前，照舊要提醒大家，我所有嘅分享都係基於公開數據嘅分析同個人觀察，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好自己嘅功課。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好，入正題，要理解而家個市點解會咁癲，我哋首先要明白驅動呢一切嘅核心邏輯。簡單嚟講，就係壞消息等於好消息。呢個禮拜成個市場嘅焦點其實都放喺一份關鍵嘅經濟數據上面啦，就係星期四公布嘅小非農 ADP 就業數據。數據結果係點？簡直係嚇親成個華爾街啦！市場本來預期9月份私人企業會增加4.5萬個職位，點知結果係負增長，減少咗3.2萬人。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月嘅落差，而係確認咗一個趨勢。美國嘅就業市場真係喺度快速降溫。你睇翻我哋 Patreon 會員區入邊張圖，無論係 ADP 嘅藍色線，定係官方勞工統計局 BLS 嘅綠色線，喺2025年都係一條好斜嘅滑梯，由年頭增長近20萬，到而家已經跌到接近0，甚至負數。對於普通人嚟講，失業率可能上升，梗係壞消息啦。但係對於華爾街班交易員嚟講，呢個簡直係天大嘅好消息。點解？因為疲弱嘅勞動力市場就等於俾咗聯儲局一個最好嘅借口去減息。數據一出，市場即刻將10月減息嘅機率推到去99%，12月再減多次嘅機率都高達87%。喺呢種無限放水嘅預期之下，咩政府停擺、政治鬥爭，全部都變晒做噪音，市場完全當睇唔到。所以你見到，就算美國政府7年嚟第一次停擺，75萬聯邦僱員要放無薪假，標普500指數都可以由跌轉升，最後仲要創埋歷史新高，收喺6715點。原因就係咁簡單，市場唔再睇基本面，而係睇緊聯儲局幾時趴掣印銀紙。好，既然減息預期咁強勁，政府停擺又好似冇乜殺傷力，係咪代表我哋可以高枕無憂，瞓身做多呢？我嘅答案係絕對唔係。而家個市正正係最危險嘅時候，因為喺一片歌舞升平嘅表象之下，有3組極端異常嘅數據顯示緊一場劇烈嘅多空對決已經去到白熱化階段。第一個異常，我稱之為散戶嘅勝利大逃亡。我哋睇一隻 ETF 叫做 SOXL， 即係3倍做多費城半導體指數嘅 ETF。呢隻嘢係好多散戶嘅摯愛，因為波幅大夠刺激。喺啱啱過去嘅9月份，半導體股大漲 ，SOXL 本身嘅股價都升咗成31%。但係最詭異嘅事發生啦，喺股價大升嘅同時，竟然有高達24億美元嘅資金從 SOXL 淨流出，而且呢個已經係連續第5個月淨流出。呢個說明啲咩？即係話最前線對市場最敏感嘅散戶資金，並冇因為大市創新高而去追貨，反而係趁住個反彈逢高減持，將籌碼喺風險最高嘅資產入面撤離。佢哋喺度靜靜雞走佬。第二個異常係期權市場嘅最後瘋狂。9月份美股代表睇漲嘅 Call Options 嘅成交量再次刷新咗歷史紀錄，市場上嘅投機力量已經去到頂峰，幾乎冇人願意使錢去買 Put Options 做對沖，所有人都驚執輸，全部衝晒上追漲呢隻船。呢種單邊壓住嘅行為就好似喺懸崖上面跳舞咁，雖然睇落好刺激，但其實極度脆弱。第3個異常就係黃金嘅避險光芒，啲錢從槓桿 ETF 走咗出嚟，去咗邊呢？答案好明顯就係黃金。根據美國銀行最新嘅數據，截至10月1日嗰個禮拜，黃金基金錄得59億美元嘅資金淨流入，而全球最大嘅黃金 ETF GLD 單單喺9月份已經吸咗超過20億美元嘅資金。將呢3個異常現象擺埋一齊，幅圖畫就好清晰啦。最醒目嘅一批散戶正喺度將資金由高風險嘅半導體槓桿 ETF 轉移到傳統嘅避險資產黃金上面，而另一邊廂，一班投機者就利用期權市場進行最後嘅瘋狂衝刺。咁問題就嚟啦。
喺呢場對決入邊，究竟邊個先係啱嘅呢？面對咁矛盾嘅信號，我個人嘅做法好簡單，尊重歷史，保持警惕。點解咁講？因為季節性因素正喺度發出最強烈嘅警告。根據 CFRA 同標普全球嘅統計數據，10月份呢係一年之中波動性最高嘅月份，佢嘅平均波動率比起其他11個月嘅平均值足足高出33%。呢個就係著名嘅10月效應。當你將歷史最高波動月份同我哋頭先講嘅歷史最低對沖水平擺埋一齊，你就知有幾牙煙。呢個組合就好似乾柴遇着烈火，只要有任何少少嘅火花，無論係財報季爆雷，定係地緣政治黑天鵝被壓抑咗好耐嘅波動性，都可能會好似火山咁爆發。所以我嘅應對策略係：第一，減少高槓桿倉位，學下嗰班醒目嘅投資者，減低對呢類高 beta 資產嘅冒險。我唔係叫你清倉，更加唔係叫你沽頂做淡，而係要你控制好自己嘅風險敞口。第二，考慮增加對沖。喺所有人都放棄對沖嘅時候，對沖嘅成本通常係最低嘅。你可以用少量資金買入一啲價外嘅 put options， 當係買個保險。第三，保持耐性。歷史數據其實都俾埋個劇本我哋睇翻 Carson Research 嘅統計，如果標普500指數由5月到9月連續5個月都錄得上升，呢個情況自1950年以嚟就發生過6次，之後會點？歷史話我哋知10月份表現係一半一半，上漲機率只係50%。但係只要你捱得過10月嘅波動，11月嘅表現係完美嘅。過去6次都係100%上漲，平均回報高達4.8%。所以我嘅 takeaway 好清晰，年底嘅升浪仍然非常值得期待。但要到達光明嘅彼岸，我哋必須要先穿越10月呢片顛簸嘅風暴海域。而家就係我哋要做好防守，準備迎擊風浪嘅時候。我哋再深入啲睇下市場內部嘅情況。而家嘅板塊輪動可以話係冰火兩重天，一邊係 AI 同半導體，主題依然係市場追逐嘅核心。例如記憶體龍頭美光 Micron， 因為大幅調高產品報價，股價飆升超過8.8%，再創歷史新高。另外 Intel 傳出可能幫老對手 AMD 代工，股價都大漲7%。呢啲消息都話俾我哋知 AI 嘅軍備競賽仲未完。另一邊係一啲傳統科技巨頭同消費股就開始出現疲態。好似蘋果公司就被賦稅降級，話佢 iPhone 銷售前景過於樂觀，股價有20%下跌空間。Netflix 更加慘，因為 Elon Musk 喺 X 上面號召粉絲退訂，話佢哋喺兒童節目推送不良信息，搞到 Netflix 股價1個禮拜就跌咗近5%，創咗4月以嚟最慘嘅單周表現。呢啲事件都提醒我哋，就算係龍頭股喺高位一樣可以好脆弱。講到 AI， 我想同大家深入探討一個重大主題，呢場 AI 盛宴究竟係用現金埋單定係用債務埋單？花旗銀行有個預測，話全球同 AI 基建相關嘅資本開支將會以每年56%嘅複合增長率，由2024年嘅2320億美元一路爆發到2029年嘅2.16萬億美元啦。呢條增長曲線就係 AI 嘅黃金夢想，但夢想嘅背後現實係點？我哋睇下甲骨文 Oracle 呢間公司，佢同 OpenAI 簽咗張超級大單，但係代價係咩？佢嘅債務股本比飆升到驚人嘅520%，係蘋果同 IBM 嘅2倍以上。摩根大通估算 Oracle 未來4年可能要借成1000億美元嚟支撐呢個項目。呢個就係一個重要嘅轉變信號。AI 嘅投資模式正喺度由過去依靠自身強勁現金流轉向債務驅動嘅模式。呢個係一個典型嘅泡沫化信號。一旦利率環境唔似預期中咁快回落，或者 AI 嘅回報週期拉長，高昂嘅利息支出就會好似計時炸彈咁嚴重侵蝕呢啲公司嘅利潤。我哋仲要睇到市場嘅估值已經被推到一個歷史級嘅高位。著名嘅巴菲特指標，即係股市總市值對 GDP 嘅比率，啱啱創下咗217%嘅歷史新高，遠遠拋離歷史趨勢線2個標準差。標普500嘅預測市盈率亦都達到22.8倍，遠高於30年平均嘅17倍。呢啲數據都話俾我哋知，而家嘅市場就好似喺高空行鋼線咁，雖然風景好靚，但下面嘅安全網其實非常之薄弱。最後我哋將視野拉闊啲，睇下全球宏觀嘅大局。黃金嘅強勢係今年一個絕對唔可以忽視嘅現象。喺美股超級牛市嘅背景下，黃金年初至今嘅漲幅竟然高達44.34%，係標普500指數漲幅嘅3.5倍以上。今年至今42.8%嘅回報率，更加係自1979年以嚟最強嘅年度表現。點解會咁？3大原因：第一，市場擔心通脹會好似70年代咁捲土重來；第二，全球央行喺過去12個月累積減息168次，實際利率走低利好黃金；第三，各國央行瘋狂搶購黃金，進行資產多元化，擺脫對美元嘅依賴。黃金嘅強勢呢，其實就係美元弱勢嘅一面鏡子。美元喺2025年嘅跌幅係幾十年嚟最慘烈嘅，美元購買力崩潰，直接推高咗用美元計價嘅黃金價格。
至於加密貨幣市場，最近都非常火爆。比特幣呢個禮拜一度衝到12.2萬美元，距離歷史高位只係一步之遙。好多人講緊 October， 即係話10月傳統上係比特幣嘅最強月份。有啲研究機構甚至預測比特幣喺半年到1年內可以去到20萬美元。我唔會為呢一啲預測背書，但呢一種狂熱情緒同我哋喺期權市場見到嘅極端樂觀其實係一脈相承嘅。佢反映緊市場上嘅流動性預期有幾咁強烈。好，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我哋面前嘅市場係一個由壞消息催生好預期所驅動嘅矛盾牛市，市場情緒極度樂觀，投機熱情高漲，道指都衝上47,000點。但硬幣嘅另一面係極高嘅估值、脆弱嘅市場內部結構、精明資金嘅超然離場，以及10月效應帶嚟嘅歷史性高波動風險。所以我嘅結論係唔好被道指創新高嘅 headlines 壓到，要睇真啲數據背後嘅故事。而家唔係 FOMO 嘅時候，而係要做好防守、控制風險，為10月波動做好準備嘅時候。記住，我哋嘅目標係要安全穿越呢片風暴海域，去迎接可能出現喺11月嘅陽光。最後，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